今天终于又吃到了家满分店铺，好不容易啊！我算是直接吃顿悟了。就是好的寿司店靠的并不是浮夸的装修，而是要看师傅的技艺高不高超，还有食材的搭配方式。今天不是崴的，今天是纯寿司。这家店现在在日本的100家名店里面直接冲到了前10名，所以才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而且它还不是米其林，我就更好奇了，来细细看吧。しました。はい、しました。失礼します。はい。人多いね。后边年迈的那位是今天的主厨，旁边这位就是他徒弟。我看他就在旁边疯狂的开生蚝。今天的第一道前菜是3个小菜，看到这个毛豆我还是有点疑惑，这就是普通的毛豆。然后这个小菜我很喜欢，就是腌制的鱼肉上面配了一坨梅子酱。就是梅子味道的腌鱼，特别爽口。接下来的刺身还挺有仪式感，就是师傅切好了之后会一片片放在你面前。第一个是鲷鱼卷的什么什么草，草本味很重，吃起来很清新，翅背就很有嚼劲了。我称它为荤海带，你们懂那个口感吧？脆嫩脆嫩的。然后这个应该是青花鱼，它的做法很不一样，很浓的烟熏味，就像那个干木柴烧起来的味道，搭配着一点小葱，特别香。然后是老朋友茶碗蒸蛋，料都是藏在下面的，是扇贝肉和鸡腿肉，老朋友还是这么好吃。然后接下来上了一份我巨吃不来的菜，生的生蚝，不过还好的是它没有很腥。但我就想问，你们喜欢吃生的生蚝吗？我反正有点吃力，还好，就是生蚝的味道。幸好下一道菜是个熟菜，煮的金木雕和一些蔬菜，看到金木雕像看到了救星。这种小鲜笋也很好吃。吃完这个就正式进入我们的寿司环节了。这种看着自己的寿司一个个做出来的感觉还真不一样。第一个我以为它是某种鲷鱼，然而它并不是，因为这个寿司油巨多，甚至还有点和牛的味道，脂肪好多啊。此个オトロでございます。オトロ就是金枪鱼脸上最肥的那个部位，它真的很肥美，但是一点都不油腻，而且师傅还在上面刷了一层甜酱，所以那个金枪鱼脂肪的味道就变得更加的鲜美了。接下来这个是柠檬章鱼寿司，章鱼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，但把它烤了之后再配上一点柠檬，口感真的提升了很多。然后这个青花鱼还很惊喜，它上面有一层果冻，那个是无花果口味的，又吃到了清奇的搭配。接下来就是海胆寿司了，第一个是蟹肉海胆寿司，长得就非常的好看，感觉蟹肉好多呀，海胆也是刚才才掏出来的，你吃的时候还得用手把它推进去。然后这个是海胆卷，虽然其实并不用一口吃，但我就是想体验一下海胆充满整个口腔的感觉，过瘾。接下来是金枪鱼的秋托罗，没有刚才的オトロ那么肥美，但是口感更好。这个好像是烤某种贝类，吃起来微微泛甜，好吃。最后又给我们上了一份厚蛋烧和一份金枪鱼刺身，哇，这2个吃完就已经饱了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压轴还来了一份烤鲍鱼。甜品的话是抹茶和巧克力大福。这家店我还能说什么？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就是不同，卡玩意儿。哎，请问谁会吃什么地中海料理啊？10分钟前的我如是说道，然而谁知道瞬间打脸。这种阿拉伯菜真的是越吃越上头，所以我们要带着探秘的心情啊，来看一下这种异域料理到底好不好吃。然后我的心中有个疑问，就是什么才算地中海料理？知道了。从还没进这家店开始，这气氛就已经有那味儿了，感觉随时都有可能站出来几个阿拉伯人开始跳舞。然后点菜就花了我们很长时间。然后第一个上了一个不知道是茶还是汤的东西，于是我抱着喝毒药的心情尝试了一口，它是很甜的花香。接着我们的第一盘就是主菜，好像是一道阿拉伯名菜，其实就是3坨酱泥蘸面包片，你可以站着吃，也可以像我一样全部挖上去一口吃。第一个就像孜然玉米土豆泥的味道，口感特别的细腻。然后这个看上去应该是麻辣味的吧，这个有点像番茄烤鱼味。最后这个还有点神奇，是蒜蓉石榴味，我只能说这是无法描述的咸甜口味。然后又是一道很奇怪的菜，里边包的其实是肉末跟炒饭，感觉又长见识了。但是吃之前我想说个事儿，就我现在不是300万粉丝了吗？所以给大家安排了一波福利，就是我准备了50台 iPhone 12，就放在了左下角的转转 APP， 大家可以在首页搜索阿基，就有机会1块8买走。数量虽然不多，但都是我的一番心意。记得搜索阿基，好啦，快去吧。又是一道没吃过的菜。这个菜吃起来很像是羊肉炒饭，但它香料更多，就是味道更丰富。然后下一道菜是一盘类似茄饼的东西，里面加的是肉末和煮软的土豆片，吃起来特别的软，甚至还有点辣，但里面全都是1抿就烂的状态，这个还挺好吃。接下来上了一碗羊奶汤，奶香芝士汤，但是里面又有一种辣辣的味道。今天真的是把爷吃懵了。然后是一盘很好看的烤3文鱼，上面好像是一些土豆丝儿，但这道菜最经典的其实是它下面那个橙色的酱料，配上那一圈坚果和蔓越莓，那个味道非常特别，它就像是陈皮加肉酱混在一块的感觉，还有一点番茄的味道。这道菜的精华就是这个蘸酱。然后上了一盘香肠，这个香肠端上来的时候还在疯狂的冒油，而且它的肠衣特别的薄，吃起来就是外脆里嫩，下面的酱泥也要蘸一点。然后又是一道特别硬的菜，紫阳的羊排。这个菜怎么说呢？那个肉惊奇的嫩，羊肉味比较弱，反而是很蔬菜的味道，好吃。虽然我已经有点饱了，但我们还有一份主菜，咖喱炖牛肉，名字是我乱取了哈。这几坨牛肉已经被炖得很烂了，还是特别的软。阿拉伯人牙齿是不是不太好？然后最后的甜品果然不出意料，羊奶冰淇淋，奶味特别重，然后下面是一层曲奇一样的东西，是香醇的味道。哇，今天也算是第一次认识的地中海料理，感觉主菜部分特别好，阿基推荐指数可以给9分，非常好。看玩意儿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，就是越贵的一餐越容易把人吃睡着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餐厅就非常的催眠。催眠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环境，更多的是服務員每次上菜都会给你讲解半天。我是来吃饭的，哥哥。全菜上完了吗？又到了吃一餐的日子。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。3人で。
这种餐厅一般是先在网上预约好的餐品之后再过来，而且菜基本上没得选。我点的这个是红茶哈，不要误会。第一道菜我们给它取名叫绿色心情好了，这个像抹茶团子一样的东西其实是菠菜泥，非常的无语。一勺菜，我只能说液体蔬菜，快乐的崇拜。不过还好这个汤特别的惊艳，它是北海道鹿肉汤，特别的鲜这个。第二个菜是牛舌，但它的下面铺的是鹅肝酱和山药，而且牛舌用的是靠近喉咙的那部分舌头，就是吃起来不腻，还比较爽口。基本上是生的。这个菜牛逼，然后在上下一道前菜之前上了2个面包，很硬很干，像我前段时间的脸一样。不过还好今天姐妹给我推荐了新的急救面膜，就是施翠娜的积雪草系列，这个是日本专门为敏感肌设计的一个系列，里面添加了3种复合积雪草，可以修复受损肌，镇静肌肤。主要是它这个蜡笔型的生物薄膜我特别爱，它能够锁住很多精华，而且我刚才发现这个品牌在国内好像也很火，特别的服帖，这个就像是果冻敷在脸上一样。其实他们家卸妆膏也不错，你看看一下就能卸掉，你看。洗干净。卸妆膏里面也是添加了很多积雪草成分，对敏感肌很友好。好的，说回下一道菜，它是一块金木雕，但这个应该不是烤的，也不是煎的，因为它下面的肉还看得到血丝，它能保证下面鲜嫩的同时，表面是很脆的。上面那层皮就跟 A4 纸一样薄。接下来这个是他们家最招牌的一道前菜，我们就叫它黄色心情好了。上面是鸡蛋泡沫，黄色的是咸奶油，然后里面包的是鹅肝，还加了一点葡萄干在里面，就是整体吃起来像甜品但是又有奶油鹅肝的香味儿，所以吃起来特别的奇妙。第一次吃这种味道的鹅肝。第一道主菜是这个意面，上面是一些干野菜，虽然说这个是意菜，但这个面怎么看怎么都像西瓜面，感觉有被糊弄到，很好吃啊。然后第二道主菜是一条鲶鱼，6月份吃鲶鱼是日本的一个习俗吧。鱼的下面是一坨绿色的米饭，虽然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主菜，鱼身非常的软，有一种苦涩的香味儿，味道是高级的。最后的这道主菜就是今天最大的主角，北海道农场的鹿排，因为他家是用香槟酒去了腥味儿，所以他端上来的时候都是一股香槟的味道，特别装逼。3分熟，吃起来的口感跟牛肉差不多，但是味道是那种有点像乌鸡汤的药材味儿，完全没有牛排那种很油腻的味道，有一点点红色的味道。然后旁边是芦笋土豆泥梅子酱，特别喜欢这道菜。然后第一道甜品是芹菜冰淇淋，我第一次吃这种搭配，不过味道意外的很夏天。最后一道甜品我们就叫它红色心情吧，上面是一层红酒果冻，下面藏了一堆冰淇淋巧克力车厘子，感觉这就比木瓜高级多了。总的来说今天吃了很多菜，虽然有些菜的设计意义不明，但整体还是比较满足。阿吉推荐指数8分，看玩意儿。鳗鱼这种东西还是且吃且珍惜吧，毕竟正宗的日本鳗鱼店是越来越少了，能在东京发掘到这样的老店还是算我幸运。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，我现在好饿，我感觉我要死了。今天这个也是一家老店，在浅草。在日本像这种比较正宗一点的鳗鱼店一般都有很久的历史，看店里的装修和服务员的年龄你就知道了。然后这个菜单全是用毛笔写的画的，虽然很好看，但是读起来太吃力了。いいです。今天的第一个前菜是烤鳗鱼干，大部分的鳗鱼店都会有这个菜，因为鳗鱼干有一种独特的苦涩的香味儿，苦香的还挺特别。然后这一碗是葱拌鳗鱼内脏，就不只是干了，感觉甚至有点像我们的卤味儿，只不过这是甜口的。然后今天的主菜来了，白烤鳗鱼茶泡饭，它这个还不是蒲烧鳗鱼，它家是在白味烤了之后，再在上面涂了一点梅子酱，这个做法非常日本，就是那种清新甘甜的味道。然后之前有人问我日本鳗里有没有刺儿，虽然说它没什么大刺儿，但它还是有一些很容易塞牙缝的小刺儿，所以吃完鳗鱼之后刷牙非常的重要。今天我们安利的就是欧乐 B 的深洁小白刷，小圆头设计能包裹牙齿，连牙龈线都能清洁干净，只需要移动到一颗颗牙齿上就能深入清洁。圆头软毛刷很柔和，而且还不扎牙龈，还有环形智能控压灯，用力太大会亮红灯提醒，并且自动降速，4种模式可以选择，而且颜值还很高。好，说回刚才的鳗鱼饭，日本这种鳗鱼饭都有3种吃法，第一种就是直接吃，第二种就是茶泡饭，我最喜欢的一种，这个茶是有点接近抹茶的感觉，茶香味特别浓，然后米饭刚好能够冲淡茶的味道，然后再加上鳗鱼的炭火香味，这个味道特别的高级。鳗鱼还是要白烤才好吃。然后这份是传统的鳗鱼冻，最小份都是一匹，就是一根完整的鳗鱼，然后切成这个样子。不知道它那个最大份的是有几条鳗鱼，但因为这个是照烧酱，虽然它闻起来很香，吃第一口也很爽，但吃到后面还是会腻，所以我们就追加了一份金枪鱼寿喜锅。金枪鱼就是那种不管你怎么做都很好吃的鱼，我们点了一整盘，都够吃2锅了。它煮好之后的那个肉质仍然很嫩，咬下去还是有劲道的。好嫩啊！再来一个香菇，已经吸满了汤汁，鱼肉的味道已经沁到里面了。果然嫩的鱼肉吃起来都像鸡肉一样，再加上这个咸到刚好的汤汁，再就这一碗芥末茶泡饭，你就会领略到日料的快乐。最后不要忘了用一个豆腐收尾，感觉自己还很健康。这种鱼汤豆腐是最好吃的。这家店吃完之后嘴巴里可能会有点腥味儿，回家可以再用一下欧乐 B 救急小白瓶漱口水，这个对上火长泡很友好，温和不刺激，味道还很清新。好啦，今天这顿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大满足，卡玩意儿。